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我这一辈子绝不能受穷，我没有时间和耐心去给别人打工挣钱。生命是短暂的，太脆弱了，短短几十年眨巴眼就过去了。我要想尽快富有起来，我必须要采取一些不要命的手段。当然了，钱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我25岁开启了自己初次创业，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征服香港的小目标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绝不能让别人骑在我的头上。我在庙街的人才市场精心挑选了几个骨干成员，后来在做一单黄金生意的时候，我又意外收获了外包公司里的一位员工，他叫杨吉光，业务能力贼强，是他帮助我完成了身份上质的境界，让我顺利成立了我的和盛帮公司。可我年轻气盛，不太懂得如何经营团队，手底的2个兄弟产生了矛盾，让警方抓住了我们业务上的把柄，导致一夜之间我的和盛帮公司就此瓦解。兄弟们死的死了，走的走。所以当我离小目标更近的时候，我为我的年轻气盛买了单。第一次创业算是失败的，毕竟我不像隔壁杨斌那个家伙，每晚坚持15读公司管理书。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，我这种人是万中无一的，其实我根本不用杀人，只需要动动脑子就能随便搞到几千万美金那种。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焕发了第二春，我的雄心壮志被我的妻子重新点燃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听他们什么狗屁浪漫爱情故事，我现在就想搞钱，光羡慕人家有什么用？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，要变得比他们更有钱。我知道你们都说拥有郭金凤后，何愁以后不再缝纫机，可你们想过没有，在我做第一单劳力士手表生意的时候，是谁窃取了手表公司的行车路线以及警卫人数和火力配备？是我妻子帮我搞到这一切，我才能轻松完成这单价值3800万的生意。我在赌场大杀四方的时候，手底下的兄弟们又替我接了一单价值1个亿美金的运钞车。这单生意就连身为老狐狸的何基树也表示没有问题。可在行动前的一晚，是谁阻止了我行动的？是我妻子阻止了我。杨吉光一意孤行，带人单独行动，结果落入了警方的圈套。如果不是我妻子提前分析出问题所在，我也就进去了。这件事上了热搜后，妻子的聪明才智让我不禁感到害怕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她幸好是一个女人，要是一个男人，恐怕就得天下大乱了。她却告诉我，有了你，我一样可以把天下搞得大乱。在我妻子的策划下，我顺利完成了这单价值1个亿美金的生意。虽然我妻子忽略了美金编号这个问题，我使用了这赃款，让警方抓住了把柄，被判入狱18年。但我妻子花了全部身家，请了一个顶级律师为我打官司，加上我妻子在外部的一些协助，最终我被无罪释放，甚至还倒咬一口，让港府赔了我800万。出狱后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和我妻子重新规划了创业方向，反正比抢劫运钞车利润大风险小的生意有的是。于是我们开启了劫富济贫，接连绑架了几个富豪，人生达到了巅峰。这时候我的目标不再是征服香港，而是征服全世界。要干就干大的，要做就做世界第一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全香港的大富豪把钱全都送到我手上，到时候全世界的大富豪的钱全都在我的身上，那个时候我就成了世界上第一大富豪了。以上种种收获，没有我的妻子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可以很自信地说，得郭金凤便可得天下。后来我被抓进去吃了子弹，完全是因为我非常的膨胀，惹了不该惹的人。这人是谁，我就不想过多普及了。如果我老老实实听从我妻子的一切建议，那么我的故事将会更加丰富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